各位圆圆家的家人们午安。今天第163次搬家旅行，我选择来哪里呢？我选择带大家来住公园。有玩股票的人应该都知道，6月5号有一场史诗级的崩跌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但是呢，我今天录影的今天是6月7号，然后明天6月8号星期台股开盘，我想应该也是会一片绿油油吧。不过其实我个人是还好，因为我都是现股嘛，那反正呢没有实现的损益，它就是没有损益。但是今天就很想出来走走，那因为气象预报呢原来是全台有雨，我就想既然到处都下雨，那我就再近一点的地方好了。所以呢，我带大家到一个夏天真的不建议来，可是我一直也很想试试看的露营区。这里呢是哪里？这里是台北市的华中露营场。那看起来呢，似乎目前也是只有我一个人。好，我先来公园帮大家占位置，好不好？那我今天选择的方式呢是车路加上搭一个天幕，对，可以休息的地方。好啦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工吧。
唉，我们呢，终于搭建完毕啦。其实只搭天幕，然后整理一下天幕下的东西，速度是蛮快的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华中露营场？因为我们要响应时事。我先帮大家来公园看看舒不舒服。希望礼拜一开盘的时候，那个我的账面上的资产不要让我太惊吓。哎呦，投资有赚有赔嘛，好不好？大家如果就是也遇到了这一波的惊吓，删掉你的 app， 不要看就没有损失，好不好？那不过还好，因为那就是多余的钱拿去投资的嘛，开始呈现一个安慰自己的状态。所以真的再次提醒大家，不要开杠杆，因为我周围也有人就是这样子，然后真的家破人亡就是30-40年前的那个几千万这样，所以我个人是不会做这样疯狂的投资啦，但适度的理财还是必须的，所以我们就静观其那华中露营场呢，我们撇开它就是很热这件事情，那其实像现在太阳被乌云遮蔽之后，也没有那么热了啊。雨等一下下一下之后呢，应该也会还好。还好我从我妈冰箱揉了这碗，她去双溪买了菜冰。你知道菜冰吧？双溪的菜冰真的超好吃的。我如果只是可以看到101的，不知道等一下这个雨会下得多精彩。然后我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配置呢？就是天幕搭配上车子，一方面是因为知道会下雨嘛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也想测试看看这样子的配置，毕竟因为夏天要到了，能够少搭一样东西，少收一样东西，就是会舒服很多倍。我本来打算就是搭设好之后要去骑脚踏车，不过现在天上的乌云看起来是蛮精彩的，远方也开始传来人声。好久没有在下雨的时候露营，等一下，希望它也不要下太大，一点点大就好。不过现在真的没有太阳差好多，变得很舒服。好，我们来欣赏一下华中露营场的河滨风光吧。雷阵雨的威力，然后现在还好是没有打雷，但是呢，雨刚好都是往这个方向，所以现在天幕也是湿一片啦。但是走到车子上去好了，好扯。我们快速的做一下华中露营场的营位导览。它这里呢有这种露营车的营位，然后汽车露营场是有电的，那草地露营位呢就是没有电的。整个汽车露营场目前空荡荡，就只有我一台车。
决定呢，先到车上避一避。哇，外面的雨好可怕哦！虽然原来就知道会下雨，但是不知道这么大。现在荧幕前的你一定在想，谁叫你呢？对，谁叫你？这就是自己选的嘛。就跟你买股票也是自己选的嘛，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吗？哎，雨好大啊！希望等一下雨可以小一点，不然我可能从头到尾都要一直躲在车上，顺便把那个睡觉的地方整理一下。现在雨终于比刚刚小多了，大概下了将近快2个小时的大雨吧。好啦，那本来呢是不想出来走走的，可是关在车子里面真的有点闷。反正雨又比较小了，我们撑雨伞来去逛逛华中露营场吧，顺便种一下花。哇，我整个营位湿哒哒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全部的东西都是湿的。还好我今天选择睡车上，然后不知道是排水的问题，还是刚刚雨真的太大了。不过我觉得真的是雨太大了啦，所以我现在的营位呢，全部都是在水里面这样。从水门走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到市区了。也不算市区啦，这里应该是就是万大路那个第一果菜批发市场的旁边，那应该也有卖一些食物吧，我们来去找找。很有历史感的市集，旁边应该是菜市场，现在已经收摊了。走路大概5分钟就有 7-Eleven 啦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补给的问题。狂风暴雨终于停了，现在已经5点了吧？这个是台啤出的长岛冰啤，还蛮好喝的，喝起来还蛮舒服的。我刚刚走到那个外面，因为其实我今天没有吃午餐，本来的计划是吃冰，然后呢可以就是叫外送这样，可是因为雨很大，然后下大雨的时候，到底要不要叫外送啊？可是又觉得骑手很辛苦，所以后来雨正大那个时候我就什么都没叫这样。然后我刚刚走出去外面，本来要买当归鸭，可是当归鸭要4点半才要开，所以我就找了一间越南河粉。不过我现在很饿，所以应该是吃什么都会觉得很好吃。不过也还好，下那阵雨啦，就是基本上比较不会那么热，因为刚刚来的时候其实真的蛮热的。我们来吃吃看这个越南河粉，然后现在夕阳呢在后面，眼前的是新店溪。我妈一直跟我说，那旁边淡水河雨这么大，很危险。我说，这旁边应该不是淡水河。那我妈坚持它是淡水河。酸酸的，还蛮香的越南河粉。所以大家如果来华中露营场露营，不想煮东西的话，你就可以叫外送啊，或者是自己走出去买啊，然后或者是有便利商店，其实再远一点点还有全联，都是步行可以抵达的距离。我要认真的来吃一下午晚餐。
现在这个天气其实蛮舒服的，凉凉的。不过午后雷阵雨真的好刺激哦，太可怕了。夏天露营的风险之一。我们来吃午晚餐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呢来去走河滨步道，看看最远可以走到哪里。反正现在也没有下雨了，然后也没有太阳了，长岛冰皮有一点点强。好啦，出发！我们呢现在来去走河滨步道。如果有脚踏车的人，其实也可以去骑脚踏车，应该蛮舒服的。我今天真的就是很懒，完全不太想开火。我们既然在城市里面，我们就要善用城市的资源。这个思源咸酥鸡，我还蛮喜欢吃他们家的。然后这个是单人套餐，这样一包，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是100多块吧。以外送来说，其实我觉得它的价钱算是还蛮优惠的。那只不过呢，其实我蛮早就下单了，可是可能这个地方比较偏远，所以没有外送员收单。所以刚刚那个外送员，即使他没有送到对的位置，我已经也非常感谢他了。所以大家可能要记得写清楚。那现在是6月初嘛，蛮多粉丝在就是家人在粉丝专页关心我会不会很热。其实不会很热，因为下了一场非常大的午后雷阵雨，所以其实不会很热。然后现在微风这样吹过来是蛮凉爽的。那晚上睡车子的话呢，我也觉得应该是还好，稍微对流一下空气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所以为什么我敢在6月初来华中露营场？其实就是因为刚好这几天都是会有就是午后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况，只是今天下午的那个雨有一点点太惊人了。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还是要特别注意。那也是其实这个原因，说让我今天也想要测试车路这件事情。那如果在华中露营场露营啊，这附近也有蛮多可以吃的东西，然后或者是像我这么懒，就可以叫个外送。我觉得在城市里面有个这么舒服的地方，其实真的蛮棒的。那而且这里的平日啊，只要600块。就是有电的这个汽车露营位，那如果是没有电的，就是草地露营位的话呢，是500块。我觉得还蛮便宜的。如果你是规划环岛旅行的话，那你也有一些露营的装备，或者是车速的装备，可以省蛮多饭店钱的。
因为台北的饭店说实在真的也不是很便宜。然后还有一种族群，就是如果你是台北或新北人，然后你刚开始要露营，我觉得也可以在比较凉爽的季节，把华中露营场当成你的首露，因为万一真的不习惯，要逃回家蛮快的。那今天是我的第163次露营。为什么想来这里？就是好了，其实我真的股票没有输很多钱，我一切都是梗，好不好？都是一个网路梗，就是股票大跌要睡公园，它只是一个网路梗。然后我就突然觉得，好像我可以来替大家睡睡看公园这件事情。可是真的来了之后，我发现其实比想象中的好，因为毕竟是夏天嘛。然后，而且这里的自然环境啊，我觉得是很舒服的。然后眼前又有漂亮的夜景啊，什么东西？刚刚有一只小虫爬到我的脚上。然后远方还有101耶，然后眼前会有很多人，就是骑脚踏车啊，然后在河边步道散步啊，很休闲的一个地方。然后还可以这么懒惰，就是我梦想中的露营场所。不用煮东西，然后有外送可以叫，很方便，回家又很快。我们家来这里大概35分钟吧，真的蛮棒的。所以如果天气许可啦，因为我是真的有查过，就是可能会下雨，然后晚上的气温蛮凉爽，然后又在河边，因为其实我们家也在河边，所以会有那个徐徐的微风吹过来，晚上其实是没有那么热的。但是这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的卫浴就集中在就是登记处那边，所以如果要洗澡的话，就要走到那个登记处。可是厕所的话是汽车露营区这边也有一座那个厕所，就不用走那么远啊。对，但实际上走过去可能3-4分钟要吧。我好像讲太多废话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眼前的夜景好了。我洗完澡回来了，我今天没有洗头，因为我没有带吹风机，这边吹风机要自己准备哦。然后刚刚8点多的时候开了一个直播，久违的直播，因为很难得在露营区有讯号可以跟大家聊聊天。如果想知道直播聊了什么的话，就去粉丝专页看看。然后现在呢是宵夜时间，因为我坚持不开火。本来这个鸡脚我想要加热的，但是呢反正都没开火了，就不开火了。这个是 Seven 买的椒麻鸡脚，然后刚刚开的这个云跑，它蛮好喝的。很多人关心就是华中露营场热不热这件事情，真的不热，很舒服。应该是因为午后的那场大雨的关系。那现在呢，也已经10点多啦。吃完宵夜我就要溜到车上睡觉了。这边因为临近快速道路的关系，所以其实车声是还蛮明显的。那晚一点的话，希望车子可以少一点。如果会介意的人，可能要戴耳塞，因为有些人他是比较睡眠比较敏感的人。坐在这个河滨公园，看着眼前的夜景，吹着凉凉的风。好啦，睡公园也可以啊。整支影片都是这个梗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车子上的配置，好吧？先吃宵夜。我觉得这里真的很好因为可以不用煮东西，外送也叫得到，然后走出去外面又有很方便就可以采买的
真的，如果不是下午很热的话，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中继站，帐篷搭好，或者是天幕搭好，然后你就可能是来台北旅游嘛，那你就去外面坐公车也好，坐捷运也好，都可以到很多你想要去的景点，晚上再回来这里睡觉。我觉得华中露营场其实是一个还蛮适合当做过夜，好，就是单纯过夜的一个露营场所。我今天呢就要睡在客座，然后用了这个乳胶床垫。上车了，我觉得我明天应该有蛮大几率被热醒的。车子里面比较闷，比较热，但我有留那个就是通风，可是毕竟这里的海拔比较低，然后户外其实是蛮凉爽的，可以看到漂亮的夜景，然后车子里面就比较闷热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有蛮大几率明天早上应该是热醒。明天早上呢也不打算煮早餐，我要去外面买。我今天有看到那个永和豆浆，所以我明天早上去买永和豆浆。好啦，我们准备睡觉咯，晚安。家人们早安呐！坚持不煮饭的露营。我刚刚早上本来以为那个永和豆浆是有开的，但我走出去万大路上发现，没有我就一直走，然后又绕回来，后来决定去 7 买热压吐司，然后还有咖啡。哦，大家准备好面对腥风血雨了吗？现在是8点钟。这支影片到底要玩几次这个梗其实理性投资，好吧，平常心面对。我希望我这支影片上的时候，大家已经平安度过了，因为这支影片其实是周6才会上嘛，所以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呢，其实已经经过了1个礼拜激烈厮杀。然后我其实把天幕底下的东西都收拾的差不多了，因为反正也用不到嘛，所以我就全部都收到车上了，就剩下2个桌子这样。然后来讲一下在华中露营场露营的心得。第一个当然就是近嘛，交通方便。然后昨天经过了那一阵的狂风暴雨，它的草地排水真的很差。因为到今天都还是泥泞啊，然后湿漉漉的这样，所以如果你有计划到华中露营场露营的地垫，可能要厚一些。然后如果遇到下雨的话，这个好难哦。对，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草地的排水真的是不好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它几个优点啊。一个当然就是前面讲过的交通距离嘛，然后再来就是补给方便，对，真的是3餐都可以不用煮，然后你可以叫外送，然后到台北市的各个地方也都是交通很方便的，可以到外面搭公车，然后转捷运，你可以把华中当做一个休息站，就是回来睡觉的休息站。相对于住宿来说，当然就便宜非常的多。那卫浴也干净，厕所也干净，因为会有人一直在整理。然后像现在是8点的早上嘛，那虽然今天没有太阳，可是因为毕竟是夏天，所以已经是有那种闷热的感觉。那电风扇在吹也还是觉得闷热，因为毕竟这边海拔比较低，所以我觉得华中露营场它其实适合几个族群，一个就是环岛旅行，用露营的方式环岛旅行的人，然后你刚好来到台北这一站，那再来就是
可能在双北地区，然后你是想要尝试露营，然后又害怕自己不适应哦，那也可以先选择露营车的方式，或者是就是简单的搭帐篷这样子，然后万一真的不适应，想要回家也很方便，隔天再来收拾。这是什么心态？对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功能性是这样，然后旁边就有河滨公园，然后眼前有新店溪的美景，然后昨天晚上有夜景，所以你说我推不推荐大家来这边呢？我觉得就是看你的需求。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来过就好了，对，也不是他给我什么不好的印象，是因为毕竟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像高山啊、溪流啦、森林啦，对，这样子的营区。那华中露营区呢，是一直也很想来，然后160几路了，觉得好像应该来一下，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个大雨特报嘛，就觉得上山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风险，对，所以就选择来这个平地的露营区体验一次，就是睡公园的感觉。好啦，那我们吃完早餐呢，就要挑战看如何天幕不落地，因为我的位置真的全部都是泥巴，然后如何天幕不落地的把它收起来。那就先吃早餐喽。又是干燥撤收的一天，这是什么命格？其实我本来已经做好要收拾天幕的准备，所以我才会一大早就是赶快把那些天幕下的东西，那反正也用不到嘛，我就全部都收上车。那因为气象预报呢，其实是有大概50%的几率是会下雨的，然后没想到情侣系 YouTuber 又再度的干燥撤收了，然后我现在躲在车上吹冷气，吹完做个节育，我们就要回家。哇，第一次这么早就是撤收，然后也可以这么早到家。然后刚刚要分享的心得呢，其实也都跟大家分享完了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天幕真的很赞。我刚刚天幕真的没有拖地，我直接在车上就是用乱七八糟收纳法把它塞进去，这就是那个 Zenpure 天幕的一大特色，因为它很轻嘛，所以它很容易就可以塞到那个收纳袋里面，棒棒的。好啦，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上网追踪原家的移动城堡，跟我们的 Instagram 就可以找到更多即时吃完了讯息。看影片的同时，不要忘了给我热推哦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